要說開局最趁手的兵器是哪一把，那必須得是這把鑽石戰刃，超快的攻速和操作手感，並且還有突進技能可以搶先手，使用快進快出的打法，對群還有轉圈圈技能。最關鍵的是它的造價僅需2顆鑽石，無需打怪即可制作，我願稱它為開局最具性價比的武器。OK， 那麼現在的話，咱們可以開始做维度网络了，兄弟们，来吧，我要開拓維度網絡了。咱們吃完布萊德的教堂和鑽石礦脈，基本上需要的各種材料都已經有了。維度網絡發生器，這邊末影珍珠咱們是夠的，但是它需要一個水晶箱子，4個下界合金箱子，然後一個末影箱。水晶箱子需要玻璃啊，我需要先去挖點沙子啊，兄弟們，沙子帶走。一組沙子夠了，然後直接10倍回去。可以，這個包还是好使的呀，可以直接在物品欄裡用傳送10倍，就不需要傳送10了，兄弟們。OK， 沙子燒一下，幫主燒，6個玻璃夠了。維度網絡一來，我就可以舒服起來了。來吧，咱們得先做5個金箱子，然後鑽石箱子也是5個，直接合成，然後水晶箱。下界肯定快分解一下，下界合金箱子直接4個合成，最後一個末影箱，這個末影之眼加黑曜石咱們都有，末影之眼、黑曜石來，直接合成末影箱 ，nice， 合成一下維度網絡發生器，拿出來右鍵維度網絡到手，兄弟們。我先把它這個時空結晶燒一下，破碎的時空結晶直接給它燒了，待會兒用來做經驗棒，兄弟們。接下來咱們可以開始升級裝備了，咱們直接做這個日食士兵套裝，走抗性路線啊，容錯率永遠擺在第1位，好吧？但是它需要萤石塊來合成，咱們沒有挖萤石啊，兄弟們。那咱們直接去地獄挖點萤石吧。這個門的話直接做這吧，這邊剛好空4格出來，給咱們做個門剛剛好的。我吃個金蘋果，免得過去有怪突臉我直接死啊。OK， 我出來了。那麼這一波咱們來下界，主要就是挖點萤石，然後順帶的挖點石英啊。这邊石英挖一下，石英是需要的。這裡有一大塊螢石，兄弟們。OK， 挖完這一坨螢石应該就夠咱們這一整個存檔用的了。順便再把這只惡魂給打一下吧，一直在旁邊干擾我。OK， 拿下，見鬼去吧！他喵的，小惡魂，他有沒有爆惡魂之類啊？過來把他經驗拿一下。哎，果然爆惡魂之類了，兄弟們，還有火藥，漂亮。可以了，走吧，可以給裝備進行第一波升級，咱們直接走日食這個路線，好吧？直接先升級這個日食士兵套，這個需要月之水晶，需要恐懼之血，紫水晶碎片加恐懼之血可以合成月之水晶。紫水晶碎片我是有的，就是這個恐懼之血，它必須要打活屍才能掉落，活屍在晚上它是到處都是的，但是咱們夜晚去刷怪的話還是很危險的。如果遇到夢魘尋蹤獸或者大蜘蛛的話，咱們前期是沒有任何還手之力的，基本上就交代在那邊了。所以我決定要排除這些隨機性，用相对穩定的方法來獲取恐懼之血。在召喚挑戰章節裡面可以用8顆綠寶石購買到活屍關卡珍珠，這樣就可以確保咱們周圍的敵人只有活屍而沒有其他奇奇怪怪的東西。不過傳送門珍珠裡面的活屍是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的，這些增幅對於前期的咱們來說是相當恐怖的。所以在開打之前，我需要先挑選一把趁手的兵器，在咱們開局沒有任何材料的情況下，直接無腦選擇鑽石戰刃就完事了，造價極度便宜，並且攻速快，還有突進技能完全可以做到快進快出，無傷消耗啊！開局輪椅武器首選，堪稱性價比大王。然後為了讓咱們的戰刃能夠打出更高的傷害，接下來咱們需要先給武器附魔一下啊。但是沉浸戰鬥的附魔方式與原版有些許差別，它需要用到附魔書桌和附魔刷新台這2樣東西來搭配使用啊。咱們附魔台合一個，然後再給它升級一個附魔書桌 ，OK， 還有附魔刷新台合成一個，放這邊吧。附魔書桌、附魔刷新台。那麼在開始附魔之前，咱們需要先做一把經驗棒啊，這個東西可以用來控制我身上所留存的經驗值，多餘的都會被存入到維度網絡裡面，它的基本邏輯跟經驗泵是相同的，相信大家對經驗泵還是比較熟悉的吧。目前我是32級，我的經驗值，我給它卡在5級，這邊給它開始工作 ，OK。现在左下角我的經驗點就變成5級，鎖定到5級了。那現在咱們附魔的話就不會浪費經驗了啊。那麼咱們開局的第一把強力武器，先給它附魔個亡靈殺手就行了，因為這把武器它用不了多久就得換成新武器了，所以它的附魔不需要很強力，有個亡靈殺手用來打活屍已經是完全足夠了。然後你還會看到這裡有3個附魔槽位，但是為什麼只有1個槽位是開着的呢？另外2個槽位為什麼是鎖上的？這個等之後咱們拉滿附魔的時候再細講，好吧 ？OK， 那麼咱們武器的附魔就搞定了，接下來就可以去挑戰活屍關卡珍珠了。在任務章節召喚戰鬥這邊，咱們直接先領一下 BOSS 維度傳送器啊，然後這裡會有這個活屍關卡。先買這個單個的吧，8個綠寶石就可以買了。綠寶石我現在還是挺多的，我有18個綠寶石塊。來，先買一個活屍關卡單個的，然後咱們拿着這個 BOSS 維度傳送器，長按右鍵就可以進入到一個專門為了戰鬥而建造的維度啊。在這裡就不會有各種惡心的怪物來打擾我戰鬥了，好吧？
來召喚。OK， 活屍來了，咱們盡量跟他保持距離啊，等他打完，然後抓他後搖，突刺上去打一波。我靠，不是他一刀差點給我劈死了，神了啊！所以說咱們得盡量跟他保持距離啊，還好只是活尸，如果這一波來的是重型活尸的話，一刀下來咱們已經归西了，所以咱們盡量快进快出，不要跟他拼刀啊。完了，不要！這一波主要是想給兄弟們展示一下这個鑽石战刃，它還有個轉圈圈的技能啊，可以用來清群怪，非常的好使。順便呢，我再讓活是一個圖騰，好吧？然後這一波咱們認真來打一下，好吧？打這個重型活屍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它的這個震燈。你看我這一波就是故意被他踢到的啊，所以我提前吃了個金蘋果啊，吸不吸？他這個震燈基本上就是零針起手的，所以咱們每一波突進上去都要留個心眼，特別提防一下他這個震燈啊。好了，該展示的也都展示過了，接下來就可以送這個重型活屍歸西了。咱們直接上去快進快出打法啊，他除了震燈，其他的招式基本上是不可能打得到我的。OK， 輕鬆拿下哦。這個珍珠總共是有5波的，下一波是個長槍兵啊，基本上只要不是重型活屍，咱們就沒什麼壓力啊。喲，這麼嚇人嗎？果然不是重型活屍的話，還是非常好打的哦。那麼這一波又來到了重型活屍的波次啊，不過這個重型活屍它是沒有那個陰間震燈的，還好啊，應該能隨便拿捏。等我回波耐力，突刺上去。What the fuck？ 這一波主要是想去測試一下他的傷害哦，但是沒想到他的傷害竟然這麼誇張啊！練過武的應該都知道啊，就是這個高手過招一般都是會先用比較耐打的部位去測試對面這個出拳的力度，不過不同的是我用的是图腾去測試啊。那麼通過這一次的測試，咱們表面上雖然是損失了一個圖騰啊，但是實際上也是損失了一個圖騰。不過問題不大，咱們好歹是知道了目前在这只重型活尸的面前咱們的容錯率為0啊，所以接下來我將不再会有任何一次失誤，直接抬走下一位，好吧？終於是來到了最後一波，還好這一波它不是重型活屍了，它屬於是活屍和重型活屍這個交替上場的，那就沒啥壓力了呀，直接以碾壓的姿態獲得勝利吧。你丫的拿下 ！OK， 終於是輕鬆拿下這個活屍關卡珍珠了，9個暗金屬刀手啊。那麼打完一場硬仗之後，這個技能點也加了不少啊，咱們可以先把這個技能點點了，稍微加點屬性啊。咱們主要先增加最大生命值和近戰傷害就行了。OK， 26滴血了，兄弟們。